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济数据要出来了。首先，周二，这是美东时间10点有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然后呢9点还有一个川普的一个讲话。周三有一个原油数据，周四盘前8点半就业相关的，周五盘前8点半 PPI。那么下周要出的数据并不多，重要性可能，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啦，跟就业相关的，然后还有这个 PPI 相对重要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过去这周，出了非常重要的数据，PCE 数据，还有更重要就是出了一个事件，就是周五，什么事件呢？就是关于美国关税这个事儿。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然后呢，这可能会引发超过将近1750亿美元的关税退税。然后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特朗普也很快马上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这个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是可耻的，然后也选好了，考虑好了这个备选方案。什么备选方案呢？就是将在常规关税基础上对全球商品增加10%的关税，为期150天。然后还说这个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2月24号生效。当然了，对一些部分关键的矿物还有这个乘用车等商品免征关税。这个事情的这个影响，我们还有待之后的观察。会不会川普又来一个 taco，又不搞这个了，又是这那的，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后期的一个观察。但是，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定在周五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一个震荡。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图形。这就是在这个宏观数据上。那么下周还有一些公司要出财报，我们看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在周三，而且公司出财报的比较多，尤其盘后最重要的就是市场万众一直在等待的这个英伟达财报，在周三盘后要出来了。然后还有这个 CRM、Salesforce，还有 Snowflake，对吧？这都是相对关注度挺高的。那么周二的话，呃，有一个 AMC，这是这个当时的散户炒的比较多的，然后还有这个 HPQ，这个 HPQ 的话，因为惠普它拆分了，一个是专注于生产这些打印机相关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个是 HPE，是可能出一些跟数据中心出一些服务器之类的，好像这个 HPQ 不是做数据服务器的。然后在周四的话，有一个百度盘前有一个百度，然后还有这个 Block，这是一个在美国一个就是他的 CEO 是 Jack Dorsey，是原来的那个 Twitter 的老板，他把 Twitter 卖给了那个马斯克，对吧？但是他还有一家公司，就是这个 Block，然后还有这个 RKLB，这个 RKLB 是最近散户炒的比较多。它是一个什么公司呢？它是一个这个火箭发射的，就是端到端的太空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发射服务啊，太空系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大家都知道了，SpaceX，它算是这个领域的2号玩家吧，老二。我们等一下也看一下它的图形。然后周五的话，还有这个巴菲特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的一个这个公司财报，但是一般它的呃 Berkshire Hathaway 一般都是在周末。当然了，之前是在巴菲特没有退休之前，是在周末的时候出一些财报，但是这个可能挪到了这个周五了，因为巴菲特也退休了嘛。虽然说还在董事会里面有他的席位，但是他已经不是 CEO 了。所以这是这个图形我们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下其他关注度比较高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品种。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标普。标普的话，我们在周五的时候直播是简单讲了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大周期吧。
大周期上，已经出了顶分型了。我们看一下前面月线上已经出了顶分型了。我们看一下上一个月的低点，上一个月的低点6789，那么本月的低点是6775，所以说已经出现了月的顶分型了。出现月的顶分型就是给我们提一个醒，对吧？出了月顶分型之后，是不是要延续出月线一笔？你看这里都是出现过顶分型，但是出现顶分型并不是100%就告诉你这里肯定要有一笔了，只是要给你提醒了，你要关注了，对吧？因为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任何的底部转折都要有底分型，就出现顶分型，你要提醒你。那么这是在月线上，现在只是有一个顶分型，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从这个3491。那么3491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周线上这是一个 A 中枢、B 中枢，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现在就是看第二个中枢，是要拉回来继续做中枢震荡。虽然说这个中枢啊看上去不太的这个规整，不像前面这个中枢是这种收缩型的，那么第二个中枢是一个扩张型的，它两个形态是不一样的。一般一个趋势上的一个两中枢趋势上都会出现类似这种，就两个中枢的形态是不一样。如果说第一个是收缩形态的，第二个就容易出现扩张；如果说第一个是扩张的，那么第二个就容易是收缩，所以它一般是不太一样。那么针对这个扩张型的中枢，你要么给我拉回来继续做中枢震荡，要么就是给一个回撤回不来，然后形成一个三买，然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的这一大波从3491的这一波上涨，对吧？因为用来判断是否要进行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三买或三卖，要么给我出现一个三买，要么砸穿这个中枢出现一个三卖也可以，那就是用来判断是否要继续中枢震荡的这个标准。现在没有，现在是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清掉先。现在周线上是出现了4周的一个回调了，周线上已经有一个4周回调，但是本周是上涨了1%，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出现了周线上这个不够一笔，不够一笔，看一下下周能否出现一个回落，还是说下周继续往上走，还是说要突破7002？那这个英伟达财报就决定了市场可能在短期要有一个方向性选择了，这个财报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是在这个周线上没有回来，对吧？不够一笔，那么我要关注一下4385，这是我们经常在直播中分析的这段，它的内部已经相对的很饱满了，但是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从4385，这是进入段 A 中枢，这是离开段，这是小 B 段，然后出现了一个 B 中枢，但是 B 中枢出现了9段升级，这个是前面都是进入段吧？1、2、3、4、5、6、7、8、9，这是第9笔9段升级了。9段升级之后，它前面这些都变成进入段了，这所有的这些都是进入段，然后这是这个变成了新的中枢 A，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然后在上面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 B，可以这样走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就看它升级之后的这个是否能够脱离这个9段升级大中枢。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是以7002这里就结束的话，如果说以7002结束也可以，从4385这里 A 中枢、B 中枢，这个 B 中枢是不够9段的，这是一个1、2、3、4、5、6、7，只有7笔的一个中枢，然后就结束，这样结束没有问题。那么从7002，如果说它要往下演变，因为在周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有一个4周的一个回落，对吧？但是还不够一笔。如果说它要是因为它的财报，比如说给你弹一下，但是不能够突破7002，然后又快速往下杀，对吧？那么这样是一个1、2、3的话，然后3还不背驰，那就可能走出4和5来。4和5之后再看它演变，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做一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继续下，对吧？所以说，如果是真要这么演变的话，那么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趋势上，从4835这是一个趋势上，然后这里看它是一个3笔下，还是要一个5笔下，还是要带中枢的一个盘整下，还是要带2个中枢的趋势下，这些都不知道，这些都不知道，现在就看它怎么选，现在就看它怎么选。所以说，这个英伟达财报确实是对市场的方向性选择会起到一个引导作用、领导作用，这是我们需要严重关注的。所以它要方向性选择了，在下周。那么这就是它在这个日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然后再看一下1小时。
因为在1小时上它是有一个我之前在周五直播的时候说它是一个中阴段。什么是中阴段呢？中阴身或中阴段啊，这个词儿是禅师借用了佛学里面的一句话。所谓中阴身的一个状态，就是非人非鬼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你要么是死掉，要么就是可以去投胎呀，对吧？这是处在这么一个非人非鬼的状态。佛教里面管它的定义叫中阴身，就是没有固定下来。那么在禅论里面，佛师借用了这个词儿。那么所谓的中阴段，其实就是这个中枢震荡，它没有选方向，它就在这里震，它没有上也没有下，你不知道上和下，它没选方向。所以这就是在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宽幅震荡，而且这个震荡也到9了。如果说以7002作为这个那个下跌的起跌点的话，这个作为进入段的话，这个1、2、3、4、5、6、7、8、9也是9段，这也是一个9笔的一个1小时上出现了9笔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如果说往下选，那可以往下走的，可以往下走，或者说往上走。但是现在是在1小时上，它现在多头是偏弱的，为什么呢？这个1小时的中枢，它是在中枢下方，对吧？在下方震荡。它如果说能够，比如说这里得震一下，做出一个中枢来，然后一个快速往上跳，往上走。如果这么走的话，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那个日线上的出现一笔。如果说不能够突破7002，这里会出现一个日线的一个二脉，日线一笔的二脉之后，看它是不是往下走。但是如果说出现一个快速跳涨往上走，就是从这个起涨点6775，也就是日线上那个低点，从6775，如果说能够这一笔的3，这一笔能够比1不背驰的话，我们现在把它拉过去，这就是日线上其实这里是有一笔了，潜在的有一笔，这里潜在是日线上有一笔。那么如果说是3段的话，这3段如果说3能不背驰的话，那就要到6966之上。如果能跳到6966之上，3跟1不背驰，那就有希望出4和5，就有希望再次突破7002。那就看它出现1、2、3、4、5之后，是不是要回来做中枢，然后是不是要做2个中枢，那就有希望走离开了。也就是说，日线这个9段升级的中枢有希望走离开，对吧？所以一定是在1小时上，这个3一定不能背驰，就这个第3笔啊，一定不能背驰。如果说只能到6996的话，那就再回来之后再看。回来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就会有进入段跟离开段啊，离开段就不能背驰。所以说，下周还是确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要选方向。然后你看它的裸 K，也确实是顶在了这个200天跟这个120天这里了，对吧？顶在这里，所以说也是一个短期均线刚好是一个压力的一个位置。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这个是需要我们下周严重关注的，要有一个选方向的一个，大家需要打起精神来。然后，如果说你操作周期比较大的话，比如说日线以上的，日线或周线以上，那这个就是不用太关注，因为你可以这个因为周期越大，你相对的安全性越高一些。所以说，在震荡大、波动大的时候，你就提高级别。提高你观察图形的级别就好了，这样从侧面可以管住你的手，因为级别越大，它想要构造出来你进入买卖的一个难度更高，时间更长。比如说在日线上想构造出一个点分形需要3天，对吧？那你去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来思考，而不是说盲目的这个进场追涨杀跌去。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先看一个朋友的提问，就是在频道里面。大家可以在这个任何频道、任何视频下方留言。你比如说周末，因为我们周末漫谈的话时间多一点，大家可以这个在下方留言说你想分析哪只股票，然后或者说是跟缠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在周末漫谈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多讲一讲，因为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周一、周五做直播的时候时间有限，那可能讲的比较快，不能够讲的很细。他问的这个应该是前朋友问的这个戴尔，那么戴尔的话，它也是涨了一波吧，主要也是受益于什么呢？因为它的核心呢是这个基础设施解除方案，像服务器啊、存储器，
以及一些这个客户解决方案，就是像那个 PC 啊、笔记本这些。但是现在，戴尔现在是在全力转型，它想转型为 AI 服务器领军的企业，所以它跟那个惠普嘛，所以他们是竞争对手。然后呢，它跟这个英伟达也有这个深度合作，在这个 AI 算力架构部署上具备优先的这个优势，以及规模化交付能力，这是它的这个护城河，算是。就是它呢，在全球的这个服务器供应商，它不是最大的，只能说是最大之一，或者说比较大的。那么它在 AI 高性能计算服务器领域的话，算是第一梯队的，是企业 AI 转型的这个核心服务商。那么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也不少，像我刚才已经提了惠普的这个 HPE，还有这个超微电脑，就是我们之前有朋友提过的这个 SMCI 是它的对手，还有联想以及这个一些云服务厂商的自研服务器，有一些厂家是他们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不去买，这也是它的竞争对手。那么在图形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是12.92，现在它是月线，1、2、3、4、5，第五笔，第六笔没出来。虽然说在月线上已经跌了这个3个月吧，但是呢没有完成下跌一笔，所以说现在它在月线上没有方向，它需要选方向，要么是再次突破168.08，或者说再次跌破110.2。才能够有方向，要么是一笔的延伸，要么是下跌的延续，对吧？所以它没有方向在月线上。那么你两个方向都要看，既要看66.25的上涨延续，又要看是不是168.08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它可能在小周期上更多的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上它也是踩到了这个120周线，但是它的财报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吧。它是在2月26号周四盘后，也就是刚好是在英伟达财报之后的，所以说英伟达的财报对它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在周线上也是，它是踩到了这个120周，看到没有？120周线上。如果说啊，它这个周四这个财报，或者说英伟达这个财报，能否对这个戴尔有一些提振的话，那么在周线上它是不是要弹一下？如果说这个 MACD 也能拉起来的话，弹一下，那你要看一下它对前面这个168这个反弹，是不是能弹到某一个位置，对吧？如果说能够弹到这个0.5的话，就是139。但是呢，如果说只能弹到0.5，或者说最好是能够强势突破0.618，才有可能逆转微转。但是就要关注这几个关键位置。这只是在周线上，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空间。如果说能到0.5的话，13%，到0.618是20%将近，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财报一般盘后财报，这个盘后财报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10%以上吧应该。好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最后这一段。那么从168.08这个下跌的话，它在日线上结构并不是很饱满。怎么说不是很饱满呢？我们把这个断开，我现在只关注168.08右侧这些。那么右侧它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你看它在构建，而且这个高点是在降低的，它每次反弹的，就是第二次，尤其是第二次这个反弹，它是顶在了200天这里，并没有突破前面这个高点，这个明显是有点要做2次反弹，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之后要往下走啊？还是说从110这个上涨没结束，它可以再往上弹一下？那么比如说弹到120天。我们看一下空间8%。如果说到前面这个高点142的话16%，对吧？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大的空间。即使是说它能再高一点儿，那也是这一笔的延续，也是110这一笔的延续。那其实只要不能够突破168.08，它都是在做中枢。这个中枢的形状你是没有办法定义，它是一个扩张型的还是一个收缩型的，你是没有办法定义它的，所以它完全可以再往上走。那么那就关键其实就是这两根均线，120天和200天，它需要这个财报或者说指引要非常好，才可能往上走到那个142之上。如果说只能在142以下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它是不是要做一个
反向中枢往下走，那就会可能再次跌破110.2，跌破110.2就是意味着月线上那一笔形成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进入段和离开段。如果说离开段能背驰的话，那就有希望完成月线上那一笔回撤，因为月线上这一笔回撤结束的话，那就是其实就在做月线这个大中枢，月线上这里要做一个中枢。这样的话，做完中枢之后，我们再看它是在这里做中枢震荡，还是说能够突破，对吧？它甚至是要极端一点的话，它可以再次到这个66.25这里，到这个位置附近。这样的话，它在这里做了这么一个中枢，看它是要在这里做中枢震荡，还是说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也可以，那就不好说了。但整体来讲，并不乐观吧，并不太乐观。尤其是周线上现在的表达没有出现很强势的一个状态，还是这个 MACD 还在0轴以下，然后还受压于这个两根非常重要的均线200天和120天之下。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如果说真的能够财报之后弹上去，不能够有力度突破142的话，你就先卖一些，先多减一点，防止它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往下走。如果说他选择往下来的话，那你要注意，他如果说选择跌破110.2的话，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里已经有中枢了，然后走离开了，那你要关注这个离开段是不是要能够进入这个背驰状态，也就是说离开跟这个进入它有背驰。MACD 目前看的话有希望，如果说要跌破110.2的话有希望，因为这个 MACD 已经非常贴近0轴了，对吧？它非常贴近0轴，你想让它大幅往下杀的话，这个 MACD 看不到任何迹象，所以说现在即使能跌破110.2的话，那会出现一个进场做多的一个买点，所以说往下来不是坏事，那就看你有没有准备了。如果说往下来跌破110.2，就是9%，也是10%左右的一个空间，那往下来是可以进场买，往上去反而是卖。所以这个节奏一定不能乱了，不能说我往上涨我去追它，往下来我割肉，那你整个节奏是错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戴尔，我们就说这么多了。毕竟财报的话，因为很多时候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还有它的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其实非常关键。那么既然说了戴尔的话，我们就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财报，我们都要分析一下，比如说看一下 CRM 是2月26号盘后要出财报了，sorry，2月25号盘后。那么 CRM 的话，它是个啥公司呢？它是就是现代软件服务，就是云软件公司。那么它是全球的这个就是 SaaS 的鼻祖，主攻客户关系管理 CRM 嘛，其实就是一个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涵盖销售、服务、营销、数据分析、协作等等这些云服务。这个公司其实它的这个公司，用户的粘性特别高，你切换成本特别高，就是你想从 CRM 切换到其他公司的云软件的话，这个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个公司有哪些那个竞争对手呢？主要就是微软，像这个也有这个 Dynamic 365啊，还有这个 Oracle 甲骨文呢，还有 SAP 都有相应的这个客户关系管理这个软件，所以对他来说都是竞争对手。但是为什么他最近跌得这么狠呢？主要就是因为啥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agent，就是最近呢、市场比较担忧这个，比较担忧什么？比较担忧这个 AI agent 对这个他们这些软件公司的一个冲击。那么我也找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主要是，呃，他在我看一下啊，主要是这个CRM 他们的这个收费标准，它是按人头计费的这个模式，这个可能 AI agent 对它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市场上恐惧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靠这个卖账号的，传统的这种模式是靠卖账号赚钱的，但是 AI agent 核心的价值是替代人工的嘛，对吧？那么如果说客户因为 AI 提高了效率而减少裁员的话，那么你这个 Salesforce 它的营收就会受到那个很大的减量风险呐，对吧？
所以说现在Salesforce 它在尝试一些多种的定价模式，比如说按绘画收费呀，按信用额度收费啊，混合收费啊，对吧？他现在想这个改变一下这个定价权，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定价权的混乱，这有点混乱了，不像以前就是按人头，有点让这个华尔街感到不安了，担心啥呢？担心这个没有办法弥补因人工账号减少而这个损失的收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它是从269这个位置，也就是在25年底12月份开始，那个出现的这波跌得非常快，你看它这个跌了30%，非常快速的跌了30%，尤其是后面它是跌了一个1、2、3段，尤其是第三段跌得非常快。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吧，先，这就是为什么CRM 的图形现在看着并不好看。那么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月上它是正好有一个踩到了，把这个调整到其他周期上，月上刚好踩到了120月上，看到没有？120月刚好有一个均线在这里，前面也是踩过一次120月，这次也是踩到120月，但是前面是没有跌穿120月，这次126这次没有跌穿，但是现在是在120月之下，这个就有点不妙啊。如果说要继续往下延伸，那可能去200月这里了，那就深了。而且这个 MACD 张口张得太大，张口张得太大，而且柱子都在延伸，张口也没有缩短，柱子长度都在延伸，这都不是什么好迹象。所以说，大图形上是有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小周期，月线上，sorry，周线上，周线上有进入段，有这么一个中枢，有离开，对吧？这个目前的离开呢，正好是踩到0.018这儿，就这个的这个空间跟前面相比的话，是一个0.018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 MACD 也是非常难看的一个状态，张口啊柱子的，虽然说你看它这个柱子没有前面的这个柱子大，因为这是进入段对应的 MACD 的面积，然后这是离开段对应的面积，但是它要结束，这段要结束，如果说要跌到等比例在哪儿？128的等比例呢？它要跌到128才跟前面的空间一致。但这个现在它可以往下延伸的，它可以没结束，对吧？现在连周线的底分型都没出现，连周线的底分型都没出现，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周线的这一笔，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我们刚才简单看了一下，就三段1、2、3，这个三段啊刚好一个关键的位置，等比例185。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185，这也为什么它在这里一直横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跟前面的这个下跌空间是一致的，对吧？是有点跌不动的意思了，有点。然后又在等财报出来，看一下财报，的结果，尤其是它的这个展望。那么展望如果不好的话，然后本来就大家华尔街就在担忧你这个营收这个模式出现混乱，然后 AI 对你的影响非常明显的时候，那它延续下跌，那就会出现一个1、2、3不背驰，那就毁了，那就可能是要去刚才我们说那个周线等比例那个位置，也就是这个128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呀，它要弹一次的话，就是以这个最低点，如果是能让你弹一次财报之后，180弹一次，给你一个出逃机会的话，一定要抓住。给你弹一次，但是碰不到，因为它离前面这个下跌低点有点远，离218这个位置有点远。我们看一下空间，如果说想弹到218的话，是18%，对吧？这是空间比较大。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黄金分割或者说斐波那契给它测一下，看它能弹到什么位置，是0.382、0.5还是0.018？即使是0.018，214.5次也没到218，对吧？所以说，还是一个1、2、3、4，你要卖，对吧？到了这些位置要卖。如果说给你机会让你出逃的话，或者说你去做空它也可以。就整体来讲，这个我是偏空的。任何的反弹我可能去做空它，而不是去做多，这个是相对空的。那么这是针对这个 CRM 啊，我们再简单的往下看这个 Snowflake，这是也是2月25号，它也是这个云服务平台，也云软件吧。那么之所以很多散户对它比较了解，或者说想做它，是因为啥？就之前，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呢，他之前买过这个 Snowflake，但是可能也不是巴菲特的那个想买它，可能也是他手下的员工，就是手下的这个人买的。但是呢，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在2024年第二季度就清仓了，
就把它全卖掉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巴菲特概念股了。你看当时他这个出来买它的那个，我忘了是在这个跳空缺口还是在某一个跳空缺口出来的时候，是还是说最前面这里，好像最早期的时候，可能在前面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是巴菲特有持仓的。那么现在没有巴菲特光环了，那他自己能不能够这个出现一些转变呢？因为它是啥呢？它的主营业务就是提供这个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湖以及一些这个实时的分析服务。它独创的这个什么架构？它独创了一个存算分离架构，实现多云环境下的一个数据存储、数据处理还有共享，这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那么这个它跟刚才我们分析那个 CRM 也类似，就是切换成本高。你如果说用了它的软件，你想切换到其他公司，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这个数据共享网络就是允许用户跨组织无缝交换数据，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生态。而且企业的核心数据迁移复杂，那么用户粘性比较高，这是它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护城河吧。那么它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竞争对手也是微软也有它的竞争对手，谷歌也有，然后还有那个AWS，就是这个亚马逊也有它类似的一些软件，所以说它竞争对手都是一些大的科技公司。那么这是它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图形上，在这个周线上有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位置，这个188这个位置，它当时是跌到107，它是从什么跌到了107呢？是从这个前面这里，从400多、429，呱呱呱一直跌到107，对吧？腰斩又腰斩，这是跌的比较狠。跌到107这个最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188这个位置，188是一个周线的一个300。这个周线300，你看它这个周线的上沿在186.9，刚好回落一笔没回来，形成了一个周线300，就离这个186.9非常接近了，对吧？那么出现了一波大涨，这是300之后，我们看它这个空间涨了多少？300之后涨了48%，这个波你如果说一直跟踪它，能抓住这波的话是非常，这个涨得也挺快的，这波还是比较凌厉的。但是没想到，哎，从280呱呱呱又跌到了156，对吧？又腰斩了。那么现在这波又杀回到这个之前周线中枢的这个里面来了，然后又是跌破300之后的这种，一般跌破300之后的，我们就要断开分析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要么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笔上针对大周期的一笔下，就出现了大周期的一个扩张了，它就大周期在做震荡，或者说是我如果说能拉回去也行，如果说能拉回去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扩张形式。我们把这个周枢给拉过来，如果说能拉回去，然后再在这里做中枢，相当于我这里有一个 A 中枢，然后我这里做了一个 B 中枢，然后高低点有接触，然后出现了一个扩张的一个中枢也可以，然后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是出现这么两种形态，但是更多的我倾向于它是在做更大中枢的一个中枢震荡，就是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在做月线大中枢的一个中枢震荡，这是它面临的目前一个状态，大周期上。那我们要关注这个最后这一笔。那么日线上它是带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280进入段123段，然后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啪又下来了。然后针对这个中枢还出现了一个三脉，但这个三脉没打低点，这个三脉现在这一些不够它回落不够一笔。那么在2月25号盘后的财报的话就关键了。那么如果说往上走的话，那就是这笔延续嘛，你可以再从前面这个下跌这一笔测一下，看它是不是能够，因为这笔反弹只是到了0.5，它完全可以在周三之前的话一直横在这里，它可以一直在这里打横。然后盘后给你一个结果之后，然后周四一个大涨，然后相当于就是这笔的延续，对吧？但是还是回不去的话，还是三脉，所以说你要关注的就是它能不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那么看这个中枢的低点就是这个213.95，如果是不能够回到213.95的话，还是三脉，你要先卖，因为它可能是再次打低点，或者说给你一个二买也可以，你可以买二买，或者说买这个低点，也就是这个盘整背驰这个点位也可以。所以说往上走。记住，
去卖去做空它，而不是去追它。它毕竟现在在周线呢以及月线这种大周期上都是偏弱的，所以这种，刚才我也说了，这个 AI agent 对这些云服务，云软件公司的一个冲击，尤其对刚才说那个 CRM，它也是有这个方面的冲击，所以说，并不好，就是华尔街担忧他们现在这个模式是受到了冲击的。那么如果说往上的空间，我们看一下，如果说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的话是23%，如果说再次跌破156，9%，对吧？所以说跌向下你也不要去这个追空去，跌破它的话反而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是一个做多的。但是往上走，如果说这一笔的延续回不去的话，那是300。如果说能够拉回到中枢里的话，拉回到中枢，那你就要看这个中枢的中轨刚好在200天这里，看到没有？这个200天的均线刚好在这里，也是中枢中轨。如果说能到这里的话，那你也是卖，因为它也是可以继续下来，然后再给你一个300也可以。所以说涨上去一定是去减仓或者说做空它。如果说刚刚能回到中枢，最强的当然就是直接突破这个中枢，然后给你一个300往上走也行。但这种情况，目前看可能性比较低。如果说要突破200天的120天是30%以上的一个涨幅啊，那得是多好的一个业绩和多好的一个，除非是被收购，你被收购可以对吧？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预测到了。然后再往下看百度，百度的话，2月26号盘前，周四盘前。那百度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图形，这个图形大家之前是问过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人问过他，我当时就说了，百度它正好在一个大周期的这么一个月线大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你看它这里一个进入段，然后1、2、3、4、5、6、7、8、9、10，已经第10笔了。它这个9笔升级之后，它现在是出现第10笔。那百度的话，它的主营业务大家都比较知道，就是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嘛。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用 AI 了嘛，AI 这个像腾讯呐、字节跳动，尤其是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还有 DeepSeek，这些都是出了 AI 相关的这些东西。那么，百度在这方面它也有它自己的，就是这个文言一心大模型，有点现在就是没有像字节跳动或者说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通义千问这么冲的这么猛。当然了，最牛的是 DeepSeek，那 DeepSeek 有点它的这个做事它比较低调一些，不像那个字节跳动啊、腾讯啊、阿里巴巴这么高调。但是 DeepSeek 是带给华尔街的这个痛是永远不能让人忘记的。但是这个文言一心也好，百度也好，这方面就稍微差一些。但是呢，百度除了有这个文言一心什么搜索这些以外，它还有这个自动驾驶，这个阿波罗 Apollo 这个自动驾驶，它好像在武汉那个布置了不少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些汽车，这也是它的一方面的这个收入。但整体来讲吧，百度是相对落后于，就是我感觉它之所以图形上会出现这么大周期、月线这么大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就说明它的公司价值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就是在100到170到180吧，100到180之间是它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估值。你可能跌破100，就可能就是低估了，然后超过180就是高估了。所以说它就是在这么一个区间，只要它的业务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性的变化，那它就是在这么一个区间震荡。你看它这次从74涨到165，这个区间其实很大的，涨了120%将近，但是也没有脱离这个区间呢。你涨到150，也不过165，也不过就是前面这个中枢上沿嘛，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中枢上沿在这里的话，那你到了165附近，你肯定要卖呀。这也是为什么它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现在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顶分型了。那么这个财报能不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在74.71，在周线上的话是一个1、2、3段。好在这个3现在没有下得很猛，3也够一笔了，周线上也够一笔。如果说要下到这个200周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16%。如果到120周，24%，对吧？到200周其实问题还不大，因为到200周也没有跌破前面那个低点，就是其实在这里做一个反向中枢，不是反向中枢啊，就做一个中枢。这个位置还可以出现一个那个结构买点，可以继续往上走。
如果说出现一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话，如果说离开段不背驰，那就更厉害了，对吧？所以说跌到200周还不算太坏，200周在这里。如果说跌到120周就有点坏了，就相当于一个扩张型的一个中枢了，那就更差一点。所以说它这个财报就看最后这一段，我们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它其实是走了一个123，对吧？日线上123，那么现在也是在120天附近。但是这个 MACD 已经下到0轴以下了，所以说这个2月26号这个财报的话，如果说不好的话，就是一个123继续往下走，就是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但是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位置在113附近，那么113的话，在这儿呢，就是在日线的200天。那么如果说113，我们看一下它的3段等比例在哪里？嘿，还在120，120是这个第3段的跟前面是比例相同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区间吧，如果说它要往下走的话，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你如果说做空它的话，那就在这个地方可以 cover。那整体来讲吧，好在这个日线上好像自从74.7之后，我们看一下日线这个裸 K，还好在你看它这个74.71之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大平台，然后啪起来，然后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平台，然后又起来。所以说基本上在120天之上，120天对它来说非常关键。如果说这个财报不能够带来很多东西、新的东西，以及这个下一个季度第一季度展望的话，如果不好的话，那再次跌破120天，那就要去200天这里，甚至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的这个120天到100了。又到它的估值的比较合理的区间是可以买的，所以说，这个月线这个大中枢啊，对它来说是一个魔咒，这是它的绝对一个价值的一个魔咒。上去的话冲不上去就得卖，下来了又是低估了又可以买。所以整体来讲，百度看点能够引起市场兴奋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它现在，嗯，整体来讲你就看它业务上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然后这个 RKLB 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它就是在这个它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太空公司，因为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这个 SpaceX，它是属于这个行业的2号玩家，它也是核心业务就是这些发射服务，对吧？它也有小型火箭，还有一些中型火箭，还有一些太空系统，比如说太空卫星制造啊、组件啊以及轨道管理。后者的营收能够占比的话，已经超过60%了。就是这在那个太空系统上，比如说卫星制造、组件以及轨道管理，它的营收上已经超过60%了。这个公司的执行力非常强，然后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因为在这个小型商业火箭上，他们公司旗下这个 Electron 是这个全球唯一高频次成熟运行的小型商业火箭，所以说它拥有一些自主发射场以及这个垂直整合的供应链，所以说它具备非常强的成本控制以及响应速度，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护城河。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 SpaceX，而且 SpaceX 马上要上市了。现在 SpaceX 也是收购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xAI，他把它2家公司整合到一块儿了，然后看是什么时候上市，对吧？准备在2026年上市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个公司上市之后对这个2KLB 的一个冲击。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那么它的图形上其实现在还比较简单吧。那么从这个3.47上来以后，它在周线，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走了这么一个大的结构，是一个123进入段，然后在2次回荡，做了一个中枢之后离开，离开之后又回来了，又杀回来了，从99跌到了63，然后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回落，是跌到了0.5的位置，出现了底分型，现在底分型是有了，回落也够一笔，但是呢，是不是能够出现一个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守得住63.87，能不能够守得住它这个财报？如果说再次跌破63.87，那可能就去0.018了，甚至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这就是它要面对的这个周线上这个结构。那么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37.57的话，它其实这里的话是一个1、2、3、4、5，其实这里其实有这么一个中枢的。你如果说
按照中枢来分析的话，它如果说这里再往上走，那就其实就是这个上涨，37.57上涨也可以这么看。但是因为它周线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回落，已经够一笔了，所以说我们要断开来看，就是说从这里断开99.58断开，那么在日线上是一笔下一笔上，然后在周五它是出现了一个7.47%的一个大幅回落，对吧？所以说这个2月26号周四盘后的一个财报的话，就决定了它是要给你一个1、2、3段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因为它这个第一段跌的比较差，就看它这个空间比较大。如果3只能够说到比如说120天或者到200天的话，它是容易出现背驰的。它如果到这里或者说到下面这里，它容易出现背驰，因为一的空间太大了，对吧？到了下面的话，你应该是去买的，而不是去做空它，或者去割肉。如果说到200天12%，到120天26%，对吧？所以说我的建议其实是那个财报之后去做它，财报之后，我个人倾向是要往下来，跌到200天，跌到120天附近，或者说在120天和200天之间的某一个位置能够停顿下来，然后这里大周期上会给你一个好的进场点，甚至拉回到中枢里来，那就比较差了，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了，就看它震荡之后，因为马上这个可能是之所以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就是对它就是跟马斯克这个 SpaceX 竞争方面能不能够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变数？因为SpaceX 上市之后，是不是这个手里的钱更多了，可能会对它来出现一些挤压，对它的一些市场占有率上，对它是有这个威胁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RKLB。那么这些都分析完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再说一个这个英伟达，因为在英伟达，也就是在2月25号周三盘后要出财报了，这也是市场这个关注度最高的，对吧？但是现在市场上对英伟达这个财报的话，呃最大的看点在等着什么呢？我们简单说一点吧，因为我毕竟了解的也不多。我的个人的话是，其实在期待它的财报中出现更多中国元素。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元素呢？因为它现在这个 H200的这个芯片呢已经解封了，因为特朗普政府也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嘛，批准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0这个芯片。H200跟这个之前是被阉割过版本的 H20它不一样。H200这个性能是好的，但是呢，H200的这个性能比它最先进的这个叫 Blackwell 的性能还是差一点，但是已经很强了，相当于2代的那种，就是已经很强的芯片了。所以市场上现在关注，能否这个英伟达能否在这 Q4，就是这个去年的4季度，完成首批交付，这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因为之前有新消息出来过嘛，像什么字节跳动啦、阿里巴巴、腾讯啦，他们都那个认购了好多 H200的芯片，就是之前那个传闻。而且之前传闻说啥？说那个仅字节跳动一家就2026年需求量就高达140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需求量，对吧？如果说在财报中出现更多中国元素的话，那么对英伟达的财报提振是非常非常好的。毕竟中国市场大呀，所以说，这是我个人觉得，市场现在关注的、期待的出现跟中国相关更好的利好出来。但是因为这个，它这个出口呢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要节流一点啥？节流什么呢？25%，就是对中国的销售额的15%到25%是作为关税或者说政府分成的一部分。这个是他跟特朗普达成协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所以说，他所有的卖给中国的这些芯片，他要给美国政府分成的，而且呢，他这个物流还需要由美国第三方审核才行。这可能有一些来卡他的那个出货的速度。这也是针对这个投资者，你要看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新消息吧。而且现在这个中国的算力
对英伟达来说也有很多竞争的，比如说华为啦，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公司。但是整体来讲，英伟达的芯片，如果说但是中国这个自主研发也是需要时间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个 H200到底能够在中国卖出去多少，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对，财报里面。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图形，其实图形上并不复杂。那么从这个10.81上涨之后，是一个123进入段，然后两次震荡。你看，发现跟这刚才那个 RKLB 一样的结构，RKLB 周线上也是这么个结构，123进入段，两次震荡，然后上去，然后一个回拉。这你就发现这些图形你看的多了之后，都一样，就是这是为什么缠论厉害的地方。一套系统我能够分析任何公司，你只要是图形的，我都能够拿缠论来分析，方法都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买谁不买谁，对吧？两个公司图形都一样，为什么买英伟达不买这个 RKLB 呢？那么还是因为我们是以3个维度来作为我们这个进场的一个分析的，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图形。如果说你的基本面、比价关系不好的话，那你图形再好，一样的图形我也不做你啊，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单单觉得缠论就是这么一个图形分析的一个工具、一套系统，而是3个维度叠加的，这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关注它的基本面，关注它在这个行业的地位，也就是它这个比价关系。你这个公司在它的行业里面是不是核心的，是不是龙头的，还是说只是排名第2的，对吧？那我们是只做龙头的，那你是龙头在这个，为什么只做龙头？因为叫叫什么玩意儿？赢者通吃嘛，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龙头的原因。所以图形上虽然说一致，但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不一致的话，我们也不做你。那么结构很简单，现在就是出现了这个而且它已经出现了一个3买转2卖的一个潜在的，因为这个反弹这也够一笔了。所以说，如果说它能够这个因为财报的原因能够出现一个打一剂强心剂的话，往上走的话，那就可能再去突破这个212这个位置，突破212，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3买之后的向上的一个延续了。那但是呢，它前面这个离开的时候，这个力度有点强。如果说你这个后面能3跟1比较，如果说能够不背驰，当然可以往上延续，出现4和5。如果说不能够很强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那看它是不是回来，在这里做大中枢，这样的话是 A， 这里做了一个 B， 做完 B 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再打一个离开，然后结束整个这波上涨。这是它出现高点。如果说财报里面跟中国相关的元素也不多，然后这个指引也不好，数字肯定是比较强的，肯定是赚钱的，但是可能指引现在其实市场对它的期待值太高了，那么它指引一旦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因为它现在股价可能已经 price in 了它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涨幅了，所以说有可能要往下来，就是利好消息兑现了，一旦兑现之后，它有可能往下走。如果说是一个3买转2卖的一个模型的话，那就可能要往下跌破这个169.55，那么跌破之后，那就可能是要走这个因为这是一个3买嘛，那就是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大的一个回落。那要是3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比较一下，等比例151.85，先到这里，这样的话是3段等比例，3段等比例这就会构成一个月线的一个回落一笔了。月线回落一笔之后，再看它这里是不是要走一个往上走。我们看一眼月线，因为月线上这里还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大的回落呢。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这里如果说再出现一次回落的话，还是一个1、2、3、4，就月线上给一个4，或者说月线做一个中枢，可以这样往上走也可以，对吧？就是如果说要往下来，那你就先关注这个等比例这个位置，因为它要跌破169.55，这个如果说势能扛不住，你看它这个 MACD。这里有希望可能做一个空中加油，比如说，粘合做一个空中加油，张口往上走，那就希望再次突破这个212。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就可能要张口往下走，那就要跌破169到151去了。那么看一下这个空间，跌破169的话，需要10%，跌破到151。20%，对吧？10%到往下走就是一个20%这个空间。如果说更深一点，可能要去这个120周，120周的话，30%，就10%、20%、30%这么一个大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财报，这个对它的这个图形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
往上走的话，我们看它如果说突破前面这个高点的话11%，对吧？空间并不大，空间并不大，就是说，在前高212和这个前低169，其实是一个上下10%的一个空间，你发现没有？上下10%一个空间，这就是它现在所处在一个中间那么一个位置，还是比较有意思，在等待选择方向。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分析到这里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